这个男人身边摆满了美味佳肴，但是他却被五花大绑地拴在了柱子上，只因为他也是美味佳肴的一部分。原来是男人穿越到修仙世界，天赋极差，根本无法修炼。但好在他觉醒了系统，他每一次死亡轮回都能继承上一世的功法及境界，并且可以通过花费历练点调整资质。第一世，男人是个奴隶，为奴隶主种了20年的地，然后一场莫名其妙的瘟疫就让男人第一世的悲剧人生草草结束。到了第二世，这一世的奴隶主完全不把奴隶当成人，在一次祭祀的过程中，男人被当人生贡献给了鬼神。极差的社会地位设定，也就意味着男人每一世一出生就是地狱开局。就这样，接连轮回了10世都是奴隶，别说修仙了，就连活着都是一种奢望。听说那些东夷人跟野兽一样，他们粗鲁野蛮，连吃的食物都是生的。我听说还吃人。早知道这样，前几天就应该听麦田叔说的，找机会逃走的。可现在我们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像我们这样的奴隶到了边境，100年了，100年！老天爷，你知道我这100年究竟是怎么过来的吗？唯有活得越长，实力才会越高。只要不死，苟几年、几千年、几万年，再出世震惊寰宇。这100年来的积累，也就只有这3样东西：铜剑、粮食、破虏神功。这门破虏神功是上一世苦心等待时机，趁奴隶主睡觉时才偷取的功法。男人将自己的资质和悟性各上调了一个级别，而这就耗费了100点的历练点，100年的积累1秒钟就消耗一空。修炼的世界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实力够强，难道还有人敢歧视我奴隶的出身？如果依旧有，那就是实力还不足以打破旧的规则。亏你还能看得进去，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可能明天或者后天我们就要成为一具尸体了，你还有心思看这些？我们已经错过了逃走的最好时机，现在再抱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大黑，你不要这样了，他说的也是事实，现在我们说什么也晚了。老朽名叫麦田，不知道这位小兄弟怎么称呼？就叫我信吧。你真的看得懂那些？如果看不懂的话，那我刚才在做什么？了不起，可惜了，像我们这样的烂人死在战场上也就罢了，想不到你这样有大才的人也要跟着我们一起去九死一生。话语中虽有一丝可惜的意思，但却又颇有讥讽之意。如果不是虾人活得9月力多，恐怕还以为麦田是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我们还没有上战场呢，谁知道事情会不会还有转机？滚开！哼，你们运气不错，对于东夷的征讨要先停个几年了，至少你们不用马上就死了。不过你们依旧有用处，收拾收拾，明天跟着我去继承西部的矿场。路上你们最好不要想着逃走，不然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太好了，不用死了，我们不用死了。奴隶们跪在地上摇拜着鬼神，感谢着鬼神们的保佑，有的像傻了一样的笑着。唯有麦田愁眉苦脸，6个人之中只有他一个人没那么年轻。奴隶矿场虽不至于像战场上那样死亡率极高，但对于麦田这种老人而言，和上战场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怎么少了一个人？你们不是6个人吗？他人呢？昨天他被您踹了一脚，现在还躺在里面起不来呢。我没告诉过你要叫我舒大人吗？真是废物，给我架着他走，就是死也得等到了矿上再死。大黑很快被人架了出来，被随意的绑上绳子。当6人都被绑上同一根绳子时，舒大人像是牵着狗一样拽着绳子最前端的那一头，启程跟上大部队开始转移。如今我们即便是暂时免了兵役，但到了矿上一时九死一生，那里太苦太配了。我听说不少人30岁不到就死了，即便身体再好的人，也从未听说过有人能叫那里活到35岁。现在正是我们逃跑的机会，我能现在就解开绳结，割断绳子带你们跑，你们说行不行？除了麦田，剩下的奴隶都是年轻人，自然没有人愿意去冒险。去了矿上，最少还能再活10年，可如果选择跑，那就真的是九死一生了。虾人这处矿洞的监工是一名小贵族，给每名奴隶发了青铜镐和能背着的木桶，随后便将虾人等人赶进了矿洞。进了矿洞内部后，虾人发现这里并不像自己预想的那样黑暗，虽然洞口并不算大，但里面却还是很大的。也不知道这里究竟是挖什么的，竟然动用了数千人挖掘。这个疑惑很快就迎来了解答。当见到了监工所说的色泽暗蓝、手感细腻温润的矿物后，虾人便知道这8成就是灵石一类的东西了。在外界这样的灵石必定是十分难得的，即便是前一世被我偷取功法的那个奴隶主，家里也仅仅只有篮球大小的一块灵石，而且品质还不如矿洞里的这些。这第一天，虾人没有乱搞，进了矿洞后就挖了一下午，一直到刺耳钟声响起，才终于解放。虾人一下午就挖出来2块灵石，这也让虾人挨了监工一拳。虽然你今天才刚来，但一下午起码的挖出来3块矿石吧，可你却只挖出来2块，所以你真是该打。他甚至不敢当着监工的面擦嘴角上的血，直到回到营房才将嘴角的血擦去。这一世接触的奇异事物比前9世加起来都要多，自己能看懂那本凡阶下品的功法，通往修炼的路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了。
再次进入到矿洞，他准备验证一下自己昨天睡前的猜想。他尝试将一颗尚未凿开的灵石放入物品栏，果然因为物品过于巨大而失败了。而开凿好的灵石却是可以放进去的。无论如何也要再拼一拼。他一次次的凿着灵石，一次次的试着在何种程度才能将其放入物品栏。终于，一颗被凿了一半的灵石已经被视为了单独的个体，成功的将它放入到了物品栏中。哈哈哈，成功了！虽然还需要费一番功夫，但至少节省了一半的时间，可以用剩下这一半的时间修炼了。小子，分出一颗矿石，然后你就可以走了，我们也不会为难你。少一2颗矿石是死不了人的。想要矿石自己去挖，这里遍地都是，为什么要拿我的呢？雅赫，好好说话你不听，非得让我放大招。和粪，给新来的一点颜色尝尝，让他长长记性，记住别打脸。这狭小的矿洞中很快就爆发了一场大战。高个奴隶看自己2个兄弟一时居然拿不下虾人，也只能自己亲自上阵了。就这也想给我点颜色看看？你别得意，我今天是没吃饱，你给我等着。咱们走。虾人怕耽误太长时间引来监工，只能停手作罢，但最终还是被罚了一拳。而那些只有3颗矿石的人，他们不但要受皮肉之苦，还被扒光了，让其他奴隶围观。虾人还在其中看到熟人，那名长者麦田。这一幕更加坚定了虾人的信念，自己还是太弱小了，还被那高个奴隶给盯上了，道阻且长啊！虾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人一直惦记着他，想要置他于死地，想把他当成活下去的垫脚石。不要怪我，下辈子投个好胎。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虾人被2名奴隶士兵给按住了。你们抓我干什么？我每天都在勤勤恳恳的干活，快点放了我！如果你不想也会鼻青脸肿的话，那就闭嘴。我们只负责将你押送，你的狡辩还是等到了树大人那里再说吧。很快，虾人被押送到了树大人的营房，在他的身边还有着4个喽啰，正是之前勒索他的3名奴隶和长者麦田。恶奴系，你所做偷窃矿场矿石的事情已经暴露了。在看到麦田的一瞬间，虾人已经明白了一切，但理智告诉他现在要沉住气。不，我根本就没有做这种事，我也没那个能力私藏矿石。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是认了吧。信，我也是没办法才将你告发的，希望你不要怪我。他们4人联合将你告发，如果你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那么我只能将你献祭给鬼神了。我没有藏任何矿石，就算想要证明我有罪，那起码得有罪证才行吧，否则就是诬陷。不要再狡辩了，麦田都已经说过了，你根本就没机会藏矿石，恐怕就带在身上吧。然而高个奴隶摸索了半天，却没从虾人身上找到任何矿石。不可能，麦田，这是怎么回事？别慌，他没什么地方能藏，就算不在身上，那就只能在住处那里了。然而话才刚刚说完，便有奴隶士兵进来向树亲禀告，在虾人的住处以及周围并没有找到任何矿石。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不对，不可能，我明明看见的，一定是你们搜的不够仔细。奴隶之间进行举报，如果被告奴隶能够证明自己无罪，那么诬告者将得到相同惩罚。我们被你骗了，你害了我们，害了我们啊！聒噪！多谢树大人让我证明清白，如果没事的话，我就离开了。今天还要去矿场采矿，把他们这4人的尸体给我扔出去，然后你们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至于你还不能离开，我还有些事情要问问你。你有能力偷取矿洞里面的矿石出来，对吧？他们完全是在诬告，我和他们都有过矛盾的，这种凭空的诬陷，英明的您又怎么可能会相信呢？他们虽然想置你于死地，但我想他们完全可以找别的理由。既然他们说你偷了矿石，就一定有依据，只是他们太弱了，没能力抓你现行罢了。如果您真的认为他们说的是对的，那刚才为什么不将我治罪？信啊，我很看好你，我认为你拥有比他们更高尚的性格，更坚韧的内心，他们比你更该死，而你还不能死。这如同夸猫狗一般的敷衍，虾人又怎么可能会听信呢？我是无罪的，矿洞内外的监视都十分严格，我确信连您都无法从里面将矿石带出，更何况是我这样卑贱的人。你好像还不明白一件事，我现在不管你有没有能力从矿洞里带出来矿石，而是你必须给我带出来，否则他们就是你的下人。如果你真的这样想，那么现在就动手吧，我拿不出来你想要的东西。你以为我杀你需要费什么力气吗？对于树亲来说，力气大的蝼蚁和普通蝼蚁没有任何的区别。我尽量试试吧。你早该这样说了，如果你再敢嘴硬下去，我原本是想要把你的一只手切下来的，还好你及时回头了。树大人只是一块石头而已，犯得上这样激动吗？你懂个什么？你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吗？在外面一块拳头大小的灵石就能让不少人倾家荡产。算了，我跟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你只是个卑贱的奴隶罢了。树大人，看来在这个世界只有修炼才能提升自己，我不想一辈子都当个奴隶，您能不能也教给我一门功法？我保证今后会一直效忠于您。我还不需要你的效忠，就你这种人也想得到我修习的功法？你这种剑种出路可不多，要么成为奴隶兵，在战场上修炼那些被阉割的粗鄙蛮力功法，
要么阉割自己，去那些达官贵人家当阉奴，说不定哪个贵人对你另眼相看就提拔你了呢。果然如此，在这个世界底层出身的人，想要往上爬，尊严和崛起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不过还好，你现在还有另外一条出路在，只要你能一直给我提供这些灵石矿，等到我功成名就的时候，就绝对不会忘了你的。这个畜生不会以为他画的大饼很香很甜吧？树大人，我想我已经证明了我能够给你带来这些矿石，所以我认为我的待遇应该比那些普通的奴隶要更好一些。你什么意思？我不想要跟其他奴隶们睡在同一个屋子里了，我需要有自己独立的屋子。我也不想要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矿洞里了，我每干5天至少要能够休息2天的时间。你在跟我提条件吗？你好大的胆子，你敢把你的那些话再说一遍吗？我敢，我要求这样的待遇，这是我应该得到的。想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杀了我吧。我确信你再也不会遇到我这样能够从矿洞里将矿石给你带出来的人了，你也将失去向上的机会。好吧，我认为你也不容易，毕竟像你这样有特殊才能的人，也的确应该得到高于普通奴隶的待遇。总有那么一些人是懂得上进的。一些奴隶发现虾仁的特殊待遇，很快便有2名体格不错的奴隶邀请虾仁建立势力，干起拦路勒索矿石勾当来。这样他们在矿洞里不用干活，进了矿洞躺着享受就是了。这充足的自由时间也正是虾仁所需要的。果然吸血的效率比埋头苦干高得多，有这灵石加速修炼，现在的修炼效率1天的修炼比得上别人修炼5天的时间了。如果你想要待遇更好的话，你只能成为我的家奴。家奴和普通奴隶不一样，这意味着你是有主人的，就算那些人想要为难你，也得看看我的面子。这样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吗？我身为你的家奴，还要每天往矿洞里跑，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跟我来。这就是你要求的独立住处。我想我将你要求的事情都做好了，那么你最好也做到自己应该做到的事。每个月20颗矿石，我保证不会少1颗，也不会多1颗。检测到绑定者完成成就，向上1小步，奖励100点历练点数。果然拥有特殊的经历或者地位也能增加历练点，之前想的没错。你怎么了？主人，我真是太感激您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竟然有一天能拥有这样的住处，还能有这样的待遇。只要你能好好为我做事，将来你的日子会更好过。虾仁终于在矿洞外的地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这100历练点先提升资质和悟性2方面，资质除悟性提升需要消耗100历练点，看来只能在资质和悟性2选1了。消耗100历练点资质提升，当前资质一般，剩余历练点0。以目前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得到功法，既然如此，还不如提升资质，加快修炼的速度呢。已经是炼气10层了，继续修炼已经没什么作用了。这具身体的预期寿命在这些年里降低到了50岁，根据这本功法所说，到25岁往后，恐怕就要开始走下坡路了。虾仁高效率的成长阶段也就只剩下了不到5年的时间，看来要想办法离开这里了。然而，正当虾仁谋划如何离开之际，矿洞的坍塌让事情发生了改变。这是他疯了吗？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这个畜生第一件事想的竟然是来除掉我。信，你的运气真好，还好你今天没有去下矿。今天矿洞坍塌了，我估计这个矿场从今天开始要作废了。当然我不会不管你的，毕竟你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是啊，矿场坍塌，这也意味着我的存在已经没有价值了。你是不是想说要给我一个痛快？不，我会将你折磨到死。身为一个低贱的奴隶，你竟然敢跟树大人谈条件，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为我效力，不然你本可以痛快一点的。还敢反抗？我看这次你死不死？怎么可能？这不可能！我的锋刃连青铜甲都能切开。很简单，因为你不够强。巨大的力气让树青疼得无法凝聚灵气进行反击。这不可能！我已经炼气6层，以你的肉体不可能承受住我的攻击。树大人，你一脚将大黑踹成重伤时，看起来气力不是挺大吗？怎么现在你的脚踢在我身上，跟挠痒痒一样呢？树青的意识渐渐模糊，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是这样的结局。练习御风诀，有奴隶造反了！有奴隶造反了！奴隶，我命令你马上跪在地上！闭嘴吧！你们在这里肆意妄为了这么多年，也是时候该付出代价了。念在都是奴隶的份上，留我一条贱命吧！我只是想要活下去而已。说到这里，虾仁又突然想到了什么。我也只是想要活下去，只要你们让开道路，让我离开，我当然不会杀你们。死你一个人就能让我们都活下去，你为什么不死？对，你为什么不死？我们都想活下去，只要你死了，我们就不会受处罚。所以你为什么不能乖乖受死呢？你只是一个人想活，而我们是一大群人想活，为什么你不能把你的慈悲用在我们身上呢？真是一群废物，这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叛逆的奴隶。
严兄，这奴隶用的是军中流传的破虏神功，看他的样子已经是修炼到了第4层，这可真是不得了啊！是啊，想不到竟然有人能在这种环境下修炼到第4层，看他样子还那么年轻，恐怕很有天资啊！再有天资又如何？只是个奴隶而已，低贱的野狗，因为他的出现惹了多少乱子出来。那个奴隶怎么办？他现在估计已经死了，我们先把火灭了吧，我可不想拿着一堆灰说这就是叛乱者。你觉得你能杀死我？怎么可能？炼气大圆满，这怎么可能？啊！你在说什么狗屁话？我为什么要为了那些贱种浪费我的灵气？姓生平不详，本为樊城一农奴，龙帝大胆贱奴，竟敢毁坏灵志继承，王欲亲征而降，转为继承西部一凤。783立春，毁坏矿洞，谋害恩人数亲，于兵群中掠杀亡国士兵814人，立即而亡。没想到矿场内居然还有高手坐镇。检测到绑定者第10世死亡，开始进行历练点结算，生存年数正3，背后是史书提到正300，达成成就。无力一怒，现有1里正300，未能善终最终结算成 0.5。绑定者有修为而未能善终，将进行修为削减惩罚。检测到绑定者为第一次有修为未能善终，免去惩罚，仅予以警告。最终获得历练点302点。检测到绑定者在一次结算界面超过300，获得随机入门礼包奖励。看来修改器也不鼓励靠着无限轮回转世而疯狂作死，也难怪叫长生修改器而不是轮回修改器。虾仁耗费了200历练点，将悟性和出身进行了修改，还剩下102历练点，先囤着，看看初级礼包有什么。获得天赋敛气，可将自身对外界的修为展示更改为你想要的境界，皆高于自身修为太多者，不可探查真实修为。开出个扮猪吃虎的神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虾仁开始了下一次的轮回，他的意识也渐渐昏沉。这是给我干哪来了？哦，原身被他大哥给卖来当太监了。我轮回转世可不是为了给达官贵人当阉奴的。正当虾仁准备逃跑之时，突然想起前世树亲的话：奴隶出身的人想要获得功法，只有2条路。第一条路充军，但是破虏神功这样的功法，给再多也无济于事。奶奶的，就只剩下当太监这一条路了。嘛呢？往前走啊！在这时候发什么呆啊？这里面淹得够快的，我看人进去没多久就轮到下一个了。霍娥，您在这说什么傻话呢？咱们不早都已经阉割完了吗？这屋子的人是检查一下咱们被阉的干不干净，您倒好，还做上梦了。娘的，闹了半天，我是已经被阉掉了啊！姓名砍帽。哟，瞧瞧，这小哥长得不错呀，真是可惜了。好了，从那跟着前面的人走吧，会有人安排你的。你们运气不错，太子欲扩充奴仆，这次更是要来亲自挑选奸仆，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父王重病1年，我暂居太子位。如今朝局动荡，扩招奴仆之事需极为慎重。杨太卜，你精于占卜相术，一定要不遗余力，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要说，不要藏在心里。殿下放心，得一定知无不言，必不敢有一丝隐瞒。殿下您刚16岁，就已是炼气6层境界，以您的天赋，应该不需要像大王那样找这些低贱之辈来助力的。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终有老的一天，但永远有年轻的阉奴会为我所用。看看此人如何？太子，此人祸国殃民，若为您的奴仆，必引来大祸。这是全凭一张嘴定人生死吗？既然如此，下个月祭祀把他也祭了吧。太子饶命，太子饶命啊！太子，我不当您的奴仆了，我想回家。太子，此人若效力于你，必定能对大阴江山社稷多有益处。好，把他领到太子府吧。你进去跟着他们3人在一起，等太子回来就会安排你们了。咱们几人不同于刚才殿上的那群人，咱们是被太子选中的人，未来我们几人才是真正要成为同僚的，所以我们应该互帮互助。是的，我们和那些贱种们已经不一样了。4人相谈甚欢，他们都明白被太子优先选中，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太子的奴仆，今后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太子府的脸面，谁也不能做出让太子府丢人的事情，谁也不能背叛太子府，知道了吗？你们每个人都会被安排不同的事，不过在那之前，你们还需要通过一项测试。我要了解你们每个人的潜力，我不缺乏聪明伶俐会伺候人的阉奴，我需要的是对江山社稷有帮助的人。你们一个个来。
恭喜太子收获一名大才，此人水火土木四灵根，在我大英国境内已属难得。这太子招募阉奴，培养修士，我这杂灵根能过得了考核吗？太子，这位灵根的情况不太好啊，乃是最低档的杂灵根。我记得太卜你说过，此人对我大殷有意，怎的只是个杂灵根？您看到的卦象是说这人的修炼资质乃是最佳，怎么可能会只是个杂灵根呢？太子请先莫急，此人虽然灵根不行，但修炼资质却远超在场的众人。若是让其修炼体修功法，不出20年，不，以他的资质，恐怕不出10年，我大殷便又会多一名先锋悍将。让一名太监担当冲锋杀敌的先锋将士，恐怕派上去还不够惹敌人笑话的呢。太子莫要忘了，大王当年正是靠着卢氏间击退一族鬼方部落，才能挽救我大殷于水火。况且这人的修炼资质确实不凡，绝对是可以重点培养的。也好，如果大殷能够再出一个卢老头，那也的确算是一件好事了。既然如此，不如干脆就让他去卢老头那里练几年吧。正好卢老头也活不了几年了，就让他发挥下余热。我正是这个意思。那个谁，你还不快过来谢过太子？贱奴砍帽，多谢太子，小人一定竭尽全力进行苦修，以求报答太子恩情。既然如此，准备就去卢老头那边吧。我这里可没有培养体修的人。是，我一定将他带至卢老那边。小帽子啊，身为体修，你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零食，以你现在的情况，1个月应该会得到3块零食左右，这对你来说并没什么大用。以后每个月发给你的零食，我希望你能够给我送来。零食对体修没有用处，真是放狗屁！知道了，我应该这样回报您。孺子可教，卢老已经告老还乡，大王赏赐了他一座大宅。虽然卢老的实力一天天在下降，但现在他绝对还是大英国最好的体修。好了，你进去吧。谁？这是那位太子说的卢老，难以想象这是个太监。敢问您是否是卢氏间？我已经不在阴朝当差了，叫我卢老就行。你来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卢老，我被选入太子府，经过杨太卜检测发现，我虽有修炼资质，但却只是个杂灵根，所以被送来您这里当个体修。你是太子府的人？算是吧。你什么时候晋的身？上个月请官将晋的身，今天才刚入太子府，就被派到了您这里。我不管你是不是来我这里学武艺的，反正我这里正好缺一个仆人，你每天不用做别的，帮我把这间大宅打扫干净，每天早上和晚上做饭洗碗，偶尔还要出门给我买肉，明白吗？愿意为卢老效劳。在别人看来，虾仁被扔在了一个没人管的老太监这里，前途渺茫，但这里时间充裕，而这就是虾仁想要的生活。破鲁神功已经练至极境，现在也是时候尝试修炼一下练习御风诀了。这本功法一共10层，每一层都能增加2年寿命。可是增寿什么的，对我而言是最没用的了。1年了，没有修炼资源不说，老头也没教我任何体修功法。卢老的府邸虽然规模不小，但这里就像是上城中被遗忘的孤岛。这1年的时间，虾仁从未遇到有人登门拜访过。开门去看看吧，是找你的。这里是卢本的府邸，我现在的身份只是这里的仆人，为何卢本会说敲门的是来找我的呢？原来是杨太卜，不知来这里有何贵干，是要找卢老吗？你别装傻了，我是来找你的，你出来一下。没想到还真让老头猜对了。砍帽，我觉得你好像是忘记了一些事情。太子好像并没有交代我什么事情啊。砍帽，不要再装了，你忘记了在1年前你给我的承诺了吗？我跟你说过，太子府给你发放的那些零食对我有用，我又不是不会给你回报。但是这1年你都在做什么？你没有来见过我一次，你的零食也没有送到过我的手上。如果你认为你躲在这里就能不在乎任何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吃人的世界，虾仁认为自己并不欠杨德什么，别说是没有，即便是有，虾仁也不会给他。我压根就没看到什么零食，从我被送到这里之后，我就没见过哪怕1枚铜板，更没见过什么零食。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这些？你编的理由太可笑了。没有就是没有，我从来到这里之后就什么都没见到过了。好，你最好说的是实话。如果被我知道你说的是假话，那么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吃苦头。我他妈都已经惨成这样了，还有这种恶狼惦记着呢！糟糕的家伙，你真是很糟糕！我也是吐了，为了获得修炼资源，我都成无机剑圣了，结果还落得这么个下场，我真是靠北了。转过身，虾仁准备继续躲进卢本的宅邸里，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慢慢变强，直到强大到不需要隐藏实力为止。猫，是你吗？正当虾仁转身回屋时，远处一道声音叫住了他，并快速地走到了他的身后。
砍门，原身砍帽的二哥，他不是在王宫里当差吗？怎么找到这来了？原来你真的在这里，我找了很多人打听你，后来是一个胖子告诉我你住在卢公公这里。二哥，真的是你？虾仁努力地装出一副久别重逢很激动的样子，毕竟他已经不是原来的砍帽了。二哥，我们好几年没见了，你的样子还是没变，快跟我进来，我们找个地方好好的聊聊。这就不用了，弟弟，这次是借着出来采买的机会才能来寻你，我不能在外面待太久。原来是这样，看到你没事就太好了。大哥这段时间很担心你，你甚至连信都没有给大哥寄过一封。你出来这么久了，还没有给大哥寄过哪怕一枚铜钱。大哥倒是不生气，但嫂子好像十分生气。呵呵，二哥，我们都已经是这样的人了，这一切跟那个人也脱不了关系，现在还管他干什么？猫，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我们这是为了家族，你知道吗？这是为了我们砍家。家族？我们还谈什么家族？谈什么砍家？我们连男人都不是了。我们的侄子砍令辉在半年前已经被确认拥有着极高的修炼天资，大哥为此愿意倾尽所有培养令辉去修炼。这一旦成功，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将来我们告老还乡的时候，没有人敢小瞧我们，砍家将会崛起。那是他砍勇的儿子，以后风光的是砍勇，不是我们。你还真以为以后能回砍家吗？你懂什么？总之，你快点把钱寄回去一些。大哥的信里说得很着急。虾仁身后的院门忽然打开，鲁本出现在了坎文的视野中。砍帽现在是我的弟子，没有人能干预他的选择，亲哥哥也不能。卢公公，可他毕竟是我砍家的人，是我的血亲弟弟。你愿意给你的哥哥当牛做马，不代表砍帽也想要这样。我这里地方虽然大，但还是不欢迎那些天生就该当奴隶的人。你走吧。坎文终究还是不敢得罪鲁本这位老人。砍帽，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好好想想我说的那些话，你要记住，我们才是一家人。多谢卢老为我解围。砍帽，有件事情我要承认，那就是这一年来我都在看着你，在你每一次离开这座府邸，在你和每个人进行接触的时候，我都知道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鲁本竟然一直偷偷观察着我竟然从来没有察觉到。你肯定很意外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进行防备。我不知道你究竟是太子派来潜伏在我这的，还是像你说的那样是个局外人。那您现在觉得呢？我把钱交给你去为我购买物资，你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我要你用的地方。整整1年来，除了今天，你再没有跟王宫里的任何人接触过。我本来是没想过将我的武艺传承下去，但不得不说，你还真有资格当我的弟子。你愿意当我的弟子吗？冒等这一天已经等了1年了。接下来我说的话可能会让你觉得大逆不道，如果你愿意捅出去的话，就去做吧。师傅，我只认师傅您，除了您之外，谁都不认。您不管说什么话，我都不会害您。殷朝王室就是一个骗子家族，是最卑劣、最不值得人们效忠的家族。随着鲁本的话越说越多，虾仁也终于明白为何鲁本对王室有如此大的怨念。原来当年鲁本为王室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次次战场上的胜利令鲁本在殷国威望大增，这也令殷王子山产生顾虑。在一次征战中被殷王设计陷害，令上百件修士死伤惨重，而殷王将一切失利的黑锅全都扣在了鲁本的身上。你想好了吗？虽然现在看起来你在我这里不愁吃不愁喝，但等我身体不济，实力式微，殷王定会将我囚困，施以惩处。明明错的是殷王，他竟然还想要给您惩罚。身为奴仆却没办法对主人进行无条件的愚忠，这在殷王的眼里就已经是最大的罪孽了。所以现在你得给我好好的练，如果你能像我这样强的话，我还得靠着你来安度晚年呢。直到此时，虾仁才终于拥有了修炼路上真正的引路人，会做9999次双手俯卧撑、单手俯卧撑和无手俯卧撑，只为练的那一柱擎天，为修炼打下夯实的基础。但每次在无手俯卧撑时，都以失败告终。别好了，你这种天生神力已经不需要再用这种方法锻炼体魄了。这本玉体诀乃是我的主修功法，炼至极境可达到聚灵境的境界，这是整个殷国体修功法中最接近仙修的功法了。师傅，为什么这本体修功法是最接近仙修的功法？玉体诀练到一定境界，能够将一定的灵气凝聚在体内于战斗中使用，这是大部分体修功法所没有的。好好的给我去练。砍帽，仅仅3个月的时间，你真的突破玉体诀的第1层？师傅，这3个月以来，您让我大量进食肉食，耗费大量资金供我转化精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却只能3个月才能突破第1层，实在是十分惭愧。胡说，不要妄自菲薄，而且你也不要这么念我的恩。你修炼的待遇，我认为是体修最基本该有的待遇了，我并没有能给你更好的修炼环境。当年殷王培养我们那些人的时候，他所耗费的财力物力到了倾尽所有的地步，难道我现在就要对他感恩戴德，任劳任怨？他也只是为了利用我们而已。呵呵，这老头还真是刀子嘴豆腐心，老头能传授我玉体诀已经是最大的恩惠了，现在还为我定制修炼计划，这样的恩情3世都报答不完啊！我也没几年好活了，
只想把自己所会之物都一一传承下来，而且培养你也只是为了自保。你不变强，我怎么能在晚年抵挡住殷王的清算呢？你天资的确远非常人，比我当年甚至还要更胜一筹。看来我不能再这样培养你下去了。你不能单靠精元炼体，你需要灵石辅以修炼。师傅，现在这样就足够了。我认为。住口！你懂什么？你知道生命有多短暂吗？在你还年轻的这30年里，若不能想尽所有办法加快修炼进度，到以后修为难以寸进的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不行，我得想想办法。你是哪里来的？太子府是吧？你现在名义上依旧是太子府的人，难道他们就不该给予你一些修炼资源吗？对，我去找殷王。师傅，您之前不是说过跟王氏的关系紧张吗？您千万不能去王宫啊！哼，王宫有何去不得？凭借一个躺在病床上等死的子珊可拦不住我。他若是真愿意付出代价除掉我，早就已经这么去做了。你可别把他想的那么仁慈，等我被时间摧残的差不多了，功力不足巅峰时期的一半时，恐怕他也就会动手了。人的寿命是有限的，而虾人注定要在无尽的时间里一次次轮回下去，而他们却会随着时间而消逝。如果没见过太阳，也许就能忍受黑暗了吧。您说的对，师傅，我们去太子府。最终虾人并没有阻止鲁本，因为这是他的师傅，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实力衰退后被人处决，而他却无能为力。什么？你说太子府每个月都拨给了侃茂3枚灵石，简直是一派胡言。为什么我们一颗灵石都没有看到？你们没有收到吗？不应该呀，这是太子亲自吩咐下去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呢？肯定是被人贪走了。卢老，请先别下定论，会不会是侃茂得到了这些，然后谎称自己没得到呢？放屁！难道你比我还了解他吗？你以为我们是来讹你们太子府的吗？卢老先莫要生气，我之后会向太子禀报此事，会给这件事一个结果的。之后侃茂的灵石会重新找人专门送去的，绝对不会再丢了。希望如此吧。为师无能啊，看来我们是拿不到你之前的那些灵石了。不过之后的时间，至少你能得到灵石来辅以修炼了。这样已经足够了，师傅。噼噼噼，你们跟我来。鲁本和虾人对视一眼，二人跟在那人后面，看着那人背影，虾人隐约觉得有些熟悉。魏大哥，是你？是我。我刚才听见你说你的灵石被人拿了。是的，难道你知道一些事？是李贺做的，他胆大包天，为了得到更多修炼资源，不惜将你的修炼灵石完全黑了下来。这件事就是这么回事，你愿意相信的话就信吧，不愿意也无所谓。魏阳说完便自顾自地离开了，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跟鲁本说一句话，甚至在跟虾人说话时，也只是在用说明的语气。这人之前不是这样的，怎么现在成了这样？这就是先修者们的傲慢，他自命不凡，高人一等，即便他的身份目前还和你一样，但却自认为已经高出你许多了。他刚才跟我们说的那人我也认识，他的修炼天赋好像仅次于魏阳。那就不奇怪了，看来这二人也有竞争的关系。魏阳天赋虽佳，但李贺靠着吞你的灵石肯定修炼更快，恐怕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只是为了让李贺贪污的灵石数量更多，来得到更大的把柄，所以才一直隐忍不发。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再回一趟太子府吧。魏阳肯定没有说谎。卢老，您看这件事怎么解决？太子，既然李贺已经承认了，那么就让他把那些灵石都吐出来吧。那些灵石我每个月都用完了。卢老，事情就像他说的那样，这件事也不能全怪李贺。侃茂长达15个月的时间没有得到灵石，却没有向我禀报，这就是他的错误。依我看，不如克扣一段时间李贺的灵石，这些灵石都先用来偿还侃茂。等什么时候侃茂的灵石被偿还够数了，再停止这些克扣。不可，太子，不可！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有灵石供给，我的修炼会变得非常缓慢的，太子。你之前让我徒儿没有灵石的供给进行修炼时，为何没想过这件事？所以探查了一下虾人，又看了看李贺。当探查到虾人只是炼气1层时，结果也已经注定了。好了好了，不就是45枚灵石吗？这些灵石太子府会拨到你那的。这次我看着侃茂去拿灵石，省得再出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卢老先在客厅里坐着歇一歇，我们一会就回来。杨德那东西的眼力可越来越不好使了，竟然把你这样的废物赶到了鲁本那里，修炼体修功法1年3个月的时间才炼气1层，你可真是个修炼天才啊！不过好在你得到了鲁本的信任，鲁本这老东西每天都在干什么？反正也没什么秘密，虾人便知无不言，全都吐露了出去。好，记住你是我太子府的人，这些灵石不是你修炼资质有多么高，全当是你的情报费了，你唯一的作用也只是得到鲁本的信任。这2位老人正在小院内吃酒喝肉，而虾人却满头大汗，局促地站在旁边，还一脸震惊的表情。原来这位白衣老者正是前世击毙他的神秘高手。上一世的敌人，在这一世竟然成了自己的师叔，还为我专门布置阵法，真是造化弄人啊！卢老哥啊，
我真是太倒霉了。你也发现了我身体的虚弱，对不对？前年我在蓟城附近新开采的矿场镇守，本来觉得这是个轻松的活，结果那片灵矿才开采不到5年的时间就坍塌了。那郑武功可真不是东西，为了给他儿子修炼，就疯狂的扩大矿场的规模，不然也不会他这么快。这些王公贵族们不都是这样的吗？只为了一己之私，竭泽而渔。这本来跟我没什么关系，靠着镇压矿场我好歹也能赚一些零食。但没想到矿奴中竟然有个狠人，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人究竟是怎么在矿场里修炼到炼气圆满的境界的。什么？还有这种奇事？是啊，那人恐怕是因为矿奴们集体被活埋气坏了，在矿场里乱砍乱杀。听说他好像还十分年轻，不过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被烧得看不出来年纪了。这真是千古难见之事，小小的矿奴竟然能造反，而且还能引起如此大的动静。奴隶从来都是被追杀的，如今竟然倒反天罡造反，王室又怎能不怒？难怪会获得那么多历练点，这的确是名留青史了。好了，我该走了，之后我会在王都再住个几年养养伤，我们见面的时间还是有的。小娃子，你好好练，千万不能有一丁点的松懈，你修炼的高低关乎着你们师徒2人未来的生死，明白吗？明白，我一刻都不会松懈的。这些辅佐吸收灵石的阵法十分关键，越是好的阵法，效果越是要好。我这位老友的阵法足够让你1枚灵石顶1枚半去用了。真正修炼的时间开始了，有了灵石的辅佐，虾人的修炼速度自然比之前快了不止3倍。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10年。国师真乃是忠臣也，此法对王上有效，如此臣心稍安矣。几年来，臣未能解王上之忧，倍感惭愧。国师真乃我大殷立国530年来之第一忠臣，可比大贤新迁也。王宫众多大臣妃子见殷王果真看起来面色红润，一下子从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头变为中年之姿，也纷纷称赞国师大才。国师，孤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非得重重的赏你不可。只要能解王上之忧，老臣便再无所求了。孤的身体回来了，10几年前跟东夷的账也该算算了。国师，你这次功劳甚大，非得是封功。王上，您这是怎么了？刚刚还好好的，怎么说是事就是事了呢？奸臣，你这个狠毒！竟敢献此毒功毒害父王，宋老匹夫，你太过狠毒了！不对，不可能，这是一个阴谋。宋凡立即察觉到一整件事情的不对劲，裴元京绝对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某些人，这些人之中包括太子。拿下！无耳，宋凡抓住没？父王而无用，让那逆贼逃脱了。走了就走了吧。殷王深深地看着子乙，在病床上他有时间思考。大皇子莫名其妙的走火入魔，二皇子又被东夷人掌握行踪，虐杀致死。父王要走了，在那之前，父王有些事情要交代。我再到天上后依旧是王，但我不能少了一些人的侍奉。鲁本的岁数也不小了，你看看能不能让他也来陪陪我？他现在修为应该衰退的差不多了。放心吧，父王，卢世坚很乐意侍奉您。他随后就道：你好狠毒的心，我是你的父亲，你的2位兄长会早死，恐怕都是拜你所赐。你这个恶毒孽种，你早晚会为自己的不择手段付出代价。我在地狱等着你。父王，父王！子乙大声的呼喊声宣告了子珊的死亡。子乙嚎啕大哭着被于之嫁出，临出王寝前，子乙低声道：于之啊，这些奴仆都是先王在世时喜爱的，想必他们也都愿意给先王陪葬。子珊王恐怕是死了。殷王与师父有仇，他死了是好事，师父又何必长吁短叹？你不了解子珊这个人，此人睚眦必报，他死前绝对有所交代，恐怕最晚明天就会有人对我们发难了。师父，以我现在的实力，能保得住你我吗？这么多年来，我对王氏已经没当年那样了解了，更何况子乙此人展现出来的天赋资质，并不比子珊要差。不过你这些年来隐藏修为，相信第一战应该不会有危险。只要能在一开始以碾压之势取胜，大概率子乙会来谈判。门外之人恐不下5人，师父要小心了。你他娘的没吃饭，滚开！砍帽，你要记住，切记不能伤这些人性命，也不可废这些人的修为，至多打得这些人重伤躺几个月，否则你我师徒2人恐难在王权之下存活。老头，你别摆出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待会我把你的手给剁下来时，你就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了。李贺，别跟他废话了，我们把这俩人都宰了，复命要紧。随着殷王子珊的死亡，夏人和鲁本也迎来了最终清算。你去把砍帽废了，我之后要好好折磨他。知道了。体修男冷漠地看向虾人，仿佛是在看一具尸体般。你要干什么？尽量别和鲁本肉搏，他的修为依旧在筑基期，不能大意。不要再做无用的挣扎了，你我修为差距悬殊，同为体修的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你我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吧？
你的动作太慢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练气期的实力。此时被人围住的鲁本见虾仁一击击溃对手之后，出言提醒道：“砍帽，且去拿戟。”砍帽这畜生竟然隐藏了修为，我们都被骗了。他至少有筑基的修为。向英，你去拦住他，不要让他拿到武器。这种术法在战场上用一用，也许效果不凡，但是在这种场合用出来，未免太过愚蠢。奶奶的，用你来逼我！我要不是因为没有别的术，我特么早干你了。未等向英再次施术，虾仁奔着向英三人飞奔而来。快退，拉开距离，不要让他近身。虾仁目光如炬，朝着向英望去，只见那里不知何时竟浮现出一座半椭圆的坚石，而向英正处于其中。遁地术，土系修士虽然垃圾，但逃命的手段倒是真不少呢。找到你了！砍帽隐藏了修为，势不可为，风紧扯呼。师傅，那些人的遁术太快，连那炼气修士我一时半会儿都追不上，咋办？不必追了。师傅，他们遁术如此有用，咱体修就不能练吗？应该有适合体修的遁术，只是我这么多年还未遇到过。遁术消耗灵气，体修灵气本就少，靠玉体绝存的那点，一用遁术须臾变空。那他们只在空中使术法，不给咱近战机会，这怎么办？此乃先修优势，体修也只能受着。万一他们再派人来呢？你潜力非凡，比我当年强，如今才28岁，尚有10余年成长。若子以贤明，便不会刁难咱师徒。砍帽，你若想此生进展天赋，定要与子以合作。我已难供你修炼所需，唯有为其效力，你方能前行。可我此前隐藏修为，且伤了李贺等人，他即便用我，怕也难再信我。各国君王与权贵有秘书，牛与人定契，令其效忠库主，君则给予资源必用。那为什么不都签订契约？此秘书我虽不知详，但听闻施术者仅能与少数人签订，一生不过5到10人。原来如此。凭你之才，子以定会给名额，得殷王扶持，修炼资源定极丰厚。参见王上。砍帽啊，你是属王八的吗？可真是能藏啊！杨德却是所言不虚，你却有天赋。皆因王上当年抬举，前我至鲁补，得良师教导，方有今日。哼，你明白就好，你的成就离不开孤。你师父鲁本曾忤逆先王，先王在仙界可都看着呢，你可愿擒他，挽回先王威名？王上，师父为殷国立功在先，虽有顶撞先王之举，然先王贤明仁慈，未予计较，多年亦未提及。若此刻定其罪或处决，恐令天下人寒心啊！罢了，父亲当年确有不妥，鲁本这条老命且先留着。你所言有理，李贺称你与鲁父学有所得，如今是时候回归孤身边了，你意下如何？冒本王仆，代王征召，岂敢不从？甚好，这些年孤对你加以磨练，望你能领会孤意。冒之王上苦心，你是孤最为信赖之人，当与孤签订契约，违之则遭反噬，七窍流血而亡。冒身份低微，岂敢与王上相较？即便无契约约束，冒亦不会背叛王上。此事却是非你不可了。砍帽，自今日起，你便是殷国的镇基燕卫了。多谢王上。砍帽，你糊涂啊！靠着你，我已经保全了性命。在你成为镇基燕卫的时候，你我2人不要在一起最好，你却还要将我征入镇基间，你不怕殷王不喜？师傅的本事，我连一半都还没有学会。镇基燕卫据说是个闲职，正好您能在镇基间继续教导我。我已经没多少东西可以教你的了。有殷王的扶持，35岁之前，你应该就能突破巨灵了。您常常教导我，体修不仅仅只是境界高了就万事大吉了，武技、实战、兵略，这些都是关键。如今我也只是在修炼境界上没有太多迷茫，但武技、实战方面却几乎一无所知。您能教我的还有很多。拗不过虾仁的鲁本，最终还是决定在镇基间住了下来。池塘边，一个穿着华贵的男子手轻轻一挥，60枚灵石与200斤精瘦肉便出现在地上，但眨眼间他却恭顺地立在一个穿着朴素的男人身侧。燕卫大人，这是王上专门给您定下的标准，往后每个月都会送来这么多的修行资源。越想如此丰厚的修炼资源，难怪师傅断言35岁前可达巨灵境，此等修炼条件堪称优渥。此乃王上所赠，服用此丹后可增加体质力量，此事切不可声张，你晚上偷偷吃了就是。冒在此谢过王上，也谢过马大哥。你感觉如何？得到王室的扶持，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感觉世道不公，民间一枚灵石可保乞丐丰衣足食，凡皆下品功法，亦遭众人哄抢。可此处阴王竟能将此等千金之物轻易赏我，还有这所谓的断骨丹，普通人更是听都没听说过。卢本想劝虾仁放平心态，不要把王氏想得太好，可听了虾仁的话，欣慰之感油然而生。师傅，马公公称此2枚丹药效力甚佳，若果真如此，那些权贵家族子弟岂不是仅凭丹药便能强于诸多修士？非也，丹药虽有益身体，却亦含丹毒，服之过多，非但难强，反致经脉阻塞，甚者殒命当场。断骨丹功效尚佳，多数人一生仅可服2粒，多服则效减，且损及身体。你天生神力，恰宜服此2粒丹药。以前也没听说吃了这个丹药会变身啊。坎茂，阴王的修炼资源日后会如常供给，可修炼时间恐难充裕。如今阴王心力未久，尚需时日稳固国基，此时是你潜心修炼之绝佳契机。等几年后阴王想大展抱负，你便无暇自顾，所以趁此时机需勤练，千万不要舍不得修炼资源。知道了，我的身份注定不会有后人，这些东西留着也没什么用，还是都用来提升自己实力的好。反正我和家里也早已断了联系。若如此就最好了。之后，虾仁常于镇击剑修炼，有时会受命于子乙执行护卫任务。子乙对虾仁表现甚是满意。随着时间推移，两人关系渐趋融洽。这练习御风诀修炼进度太缓慢了，这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系统查看属性面板。姓名虾仁，历练点102，初始出身家仆，灵根杂灵根，资质18，悟性18，修为筑基7层，名声籍籍无名。物品栏练习御风诀凡阶上品功法，麒麟级玄阶下品物品，天赋轮回转生连气。也算是好起来了，连名声都比之前强了。以前是尘埃，现在提升成籍籍无名了。也不知道这玩意究竟有什么用。燕梅大人，王上有旨召您速去与蜀房议事。宋凡这老贼还没找到吗？王上，宋凡此人胆大包天，几年来多次出现在我国境各地，时常颠倒黑白如我因果。既已失败，逃出我英国便是，怎敢如蚊虫般烦扰人心？宋凡能在我英国如此来去自如，主要原因还是民间修士过多，即便是炼气期修士亦时常人前显圣。那些散修没多大本事，却个个自命不凡，不听朝廷指挥。前年我微服出访，就碰到散修违法犯罪，这是国家的祸根。如今加上宋凡的事情，那便一并解决。王上，民间散修无修炼资源，不乏有邪修之辈，若能禁之，便是利国利民。我大英虽有散修，却无有宗派，些许散修不成气候，若逼得过紧，反而挑得对立。我又不是不让他们修炼了，无欲颁禁修令，此后无英国官方修炼印章者，不得居于英国。修炼者若投效英国，则可留于境内。这是要搞修炼证了啊！这些权贵们对底层人真是步步紧逼。子以此策，意在迫使散修获取官方身份认可，否则难有修炼之机。毕竟总不能真离英国而赴他乡吧？高明，王上此举尽收天下修士，消民间而保朝廷，此乃千年无有之奇策也。只是此事未免会有一部分修士反对，到时必将又是一场腥风血雨。况且此事覆盖全国，真实行下来恐怕也无比困难。反而我有魏阳、坎茂2个筑基期顶级战力，命他2人一南一北领严兵镇压天下，谁敢有不服？此事既不需军队协助，亦无有风险，休要再说，我已思虑清楚。是。我看你这一趟应该没多久就会回来，那些散修没你想的那么厉害，应该很难有爆发大战的机会，除非你运气不佳碰上宋凡。这殷王子乙倒是真的不简单，他这一计策毫无疑问是收取了天下众多修士，若真能让他完成，殷国必将中兴。这件事我看选很容易就弄巧成拙，也不知道殷王有没有什么别的安排。若是没有的话，依我看这次反而要保了那些权贵大族们了。经虾仁这么一提醒，人老成精的鲁本立刻联想到了什么。何不将你的提议告知殷王，以此来换取信任官位？殷王和国师都是殷国的贵族精英，他们所受的教育不是我这个粗人能比的。连我这一个武夫都能想到的事情，他们又怎能想不到呢？权贵们也有看不到的地方啊，他们眼界也许不比我们强多少。我有机会跟殷王说一说就是了。如此便是最好。鲁本明明和上一代殷王决裂，还被这一代殷王暗杀过，可他仍在为这个国家忧心。虾仁原本觉得燕奴都是皇帝的帮凶，无恶不作，
但鲁本让他知道，一个群体有好有坏，个别情况不能代表整体，除非整个群体的风气都败坏了。师傅保重。烟卫大人，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出发。先让你嚣张一时，等你身体衰败之时，必让你付出代价，不就是20年吗？我等得起。濠州府郊外，在这零下30多度的夜里，一群男女却满头大汗地躲在草丛里，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就是现在，方介。杀啊！宰了这个朝廷的走狗！在我面前也敢放肆，还有谁想跟朝廷作对？都出来吧！快走，我来拖住他。只有你一个筑基期嘛，那就尽情起舞，取悦我吧。烟卫大人可真是英勇不凡，相信此役之后，恐怕英国北方的散修势力便将彻底做鸟兽散了。李贺自以为掌握了这支队伍实际的控制权，就可以制衡虾人了。可他没想到的是，虾人自始至终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之后应该没什么事了，我先回王都了。坎大人慢走，立即跟我回王都。我们不继续在这里了吗？在这里还有什么用？没看坎莽夫已经要回王都了吗？我们要赶在他之前跟王上汇报，省得他出言重伤我们。诸位，这一年某些奸臣的恶行，想必你们也有目共睹。他们肆意妄为，公然忤逆本王旨意，借禁修令之名，行结党营私之实，网罗散修，壮大自身势力。如今竟妄图违抗王命，简直是胆大包天。此事是我失察了，王上，您的禁修令绝对是好的政策，只是底下的那些人在执行的时候心思太坏了。这么一个好政策，反而被那些用心险恶之辈加以利用，错在奸佞而不在于王上。王上，当日我就说过这件事难以为之，但您却执意不听，现在局势糜烂。你当初为什么没跟我陈明利害？你只是反对了我的政策，但你也没说反对的原因。如果你当初好好的解释其中好坏，我会不听吗？此臣之过也。郑武公、尹文公等为首的家族势力实在是欺人太甚，他们就会坑害寡人。你们可有什么计策遏制这些家族吗？王上，些许散修只能令这些家族称雄一时而已。如今我英国经过多年之休养生息，已是国强民富。如今东夷常常越境袭扰，不如正好借此机会攻袭东夷。哦，此计不错，不若今年就发兵征讨东夷。王上，那些散修眼下只是刚刚归附，还是需等个几年再行事，否则太过明显，我想那些家族反而不会配合。那要等多久？最少10年吧。10年？这太漫长了，届时局势必定风云变幻，难不成要我眼巴巴看着郑武公爬到我头上来作威作福？是啊，而且那些修士也不是傻子，怎会真的让我们随意调遣？王上，我有一计，既已经有了灵矿税，我看王上不如更进一步，尽收个大家族灵矿开采之权。只要灵石掌握在王上手中，那些家族的修士再多，不依旧的看王上脸色行事吗？这什么话？真没想到啊！本来以为殷王子乙就已经够作死了，却没想到这位杨比殷王还要更加疯狂。这件事万万不可，此取乱之道耳。若如此，做不出1年，贵族必反。崔大人未免有些多虑了，并非所有贵族都是有灵矿的，而今天下所拥有灵矿之家族者，为郑武公、嬴文公、安东后，其余一些私有灵矿，不过是一些小贵族和商贾们联合起来经营的灵矿，这些人更是不足为虑。一旦收矿之命一下，世家贵族若反，你能保证社稷不倾覆吗？战前过后，畏首畏尾，还修什么道？在这世间，有实力便能逍遥自在。如今王上势力已成，筑基强者如云，哪个不长眼的敢来冒犯？真有不知死活的，正好拿他们试试我这金剑的锋芒。说得好，有魏阳这样的人才在，我又岂能怕那些欺君之人？国师你怎么看这件事？军心可用，可以一战。若贵族妥协，则我大英中兴；若贵族敢作乱，则趁机将他们一举拿下。王上，万万不可如此啊！此取乱之道，万不可听信那些阉奴奸佞所言。这些绝后之人目光短浅，怎知国家大事？崔明长久以来目无君王，只会对贵族委曲求全，而唱衰王室，如此真该杀之。然念其劳苦功高，可免一死，便去亡灵护先帝英魂，再以赎罪吧。待我将贵族悉数拿下，再行定夺生死。来人，把崔明给我赶出去。王上，崔明在此拜别王上，只愿王上功成。若如此，
天下必乱。子乙没想到这次改革的阻力竟然会这么大，看着那一个个支持他的官员也都纷纷对此进行反对，子乙感觉无比愤怒。全都给寡人闭嘴！天下乱不乱，不是你梅太保能说了算的。好，王上若真行此暴虐事，那我梅某人便只能辞了这官位，回故里抵抗朝廷之暴政。大胆狂徒，竟敢在寡人面前无礼，还不给我拿下此人！哈哈哈！昏君啊！殷国必将亡于你手。梅秋祥抗命不遵，有无礼于朝堂，按律当斩。我意已决，尽罢天下之灵矿，收于国家用于礼数。凡有私营灵矿者，罪同谋反。子乙怒了，镇国公之子，三公之一的太保梅秋祥说杀便要杀，而且决定3天之后就杀梅秋祥。此举无异于是在逼反镇武公一家。然而子乙终究是低估了英国的贵族势力，第二天关押梅秋祥的牢房竟已是空无一人。等着吧，新朝将至，梅家当立，过往之艰辛皆为序章，无足定鼎，志在必得。5天前，子乙公布收矿令之具体细节后，各地贵族震动，纷纷举起反旗。英国1/3的国土已然反叛。镇武公此计决了，咱在这儿拖住英王，后方就能放开手脚征兵，300雄必牵制10万雄兵，往后秦史之上必有你我大名。听说子乙效仿先王养起了阉奴，如今手底下筑基的高手多得数不清。虽说那10万普通士兵对咱们构不成威胁，可那些个低贱的阉奴，咱们还是得小心提防着点儿。只是若子乙调走禁军，我们又该如何是好？难不成真进这王城？进，为何不进？放心吧，上城我自有安排，主公随我进城就是，万不会有事的。据说那子乙身边有2名阉奴，资质甚佳，分别叫魏阳还有侃茂，是子乙从其为末之时提拔，其忠心可以预见。如今他们2人修为甚是恐怖，无人能探查出他们修为之深浅。放心吧，此2人我自有应对之法。那侃茂情况我在了解无比，不过是一体修而已，虽修习无本小儿的御体术，能动用灵力加持武技，好似仙体兼修。可他一个体修，体内能存多少灵力？况且我在王城亦有强援，莫不成是那宋范？梅文义没有回答，他神秘的一笑，给了众人无限遐想的空间。你们这些叛徒可算来了，让寡人好等啊！我等并非是谋逆之辈，闹成今天这个地步，一切都是因为你这个暴君。先王之死甚是离奇，当年就有传言先王被你所暗害，如今看来的确是真的。胡言乱语，到了这个时候，你也只能无耻的污蔑了。暴君，听闻你模仿先王，培养修士为己用，今天何不让你手下的一些修士出来跟我比试一番？我倒要看看你培养出来的这些蝇营狗苟能有多大的本事。王上，您手下修士众多，实力亦是非凡，不若就先派人上阵，将那梅秋祥当面打杀，以此鼓舞士气，再一拥而上。也好，那便让侃茂上去给梅小贼打杀了。小梅秋祥其实力不过如此，便派李贺上去与之战斗，一则能体现出王上您手下的人才济济，二则也能让侃茂成为底牌，您看如何？王上养你许久，该是你报君恩的时候了。那梅秋祥以你筑基2层境界，足以将其打杀，这便将那梅贼的头颅拿来献与王上。可刚走出几步，便顾陡生，李贺身后的魏阳猛地出手，一柄金剑直直穿透李贺胸膛。李贺毫无防备，他怎么都料不到身后之人竟会突下杀手。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没反应过来，为何你能提前猜到我会动手？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只觉得你可疑。大敌当前，你毫无紧张之感，即便境界高深，也不应如此。王上颁布禁修令旨，我在北方受李贺牵制，办事不力，让权贵收纳大部分散修，而你在南方无人制衡，却把事情办得很糟糕，让镇武公家族尽收南方散修。自那时起，我便不认为你对殷王忠诚。原来如此，却未曾想到这宫中你才是最奸诈的。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你们梅家是怎么舍得的？将这么一个天才继承人送到王宫，这怎么可能？不如此做，怎能反抗你们自家日益增长的野心呢？以我之天赋，一入举灵境，方可重凝血肉，失去的终归是能回来的。魏阳的话对于子乙而言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本以为自己的阉奴计划天衣无缝，却没想到从一开始就被这些权贵们给渗透进来了。你还真以为自己能得到像我孙儿这样的修炼天才吗？以那些低贱的奴隶出身中，你以为他们能出现什么天才？你们这些畜生，你们这些奸佞！侃茂将魏阳给宰了。遵命。魏阳这贼子竟然还兼修了土系功法。住手！父亲，侃茂，你这个狗贼！王上，
贼人气势全无，现在正是冲杀的大好时机。全军听令，给我出征！随着子乙的命令一下，上千修士向着前方冲去。梅老将军，您不是说在王城之中有强援吗？此时不请他出来，更待何时？哎呀，梅老将军误我等啊！您的贤孙的确不凡，但被那烟贼偷袭已经重伤，算不得什么战力了啊！这一切都要怪我，砍帽藏得太深了，我被这小人给骗了。眼下唯有死战，方有一线生机了。阴阳，你便持此剑退去，以你的天赋，只要不死，我梅家终会有复起的那一天。如果我能够再谨慎一些就好了。我要是按照之前和爷爷与父亲说的那样做，现在就不会这样了。妈的，我们被梅文义给坑了，快逃！大势已去，天要亡我梅家。这个男人大摇大摆地走在王室的秘密藏经阁中，可原本重兵把守的藏经阁此时却空无一人，原来是皇宫大乱，所有战力全部调去镇压反叛了。啥也不是，还王室隐秘书房呢。你但凡能有一本牛逼功法，也算是对得起这名啊！呸，啥也不是。你这是怎么回事？在你杀了梅秋祥那老贼之后，我便一直盯着魏阳那畜生。他悄悄地离开了战场后，我便一路尾随。不曾想此人狡诈无比，竟然设计偷袭了我。就在刚刚不久前，往后山亡灵逃去了。魏阳往这个地方跑，难道是要刨人祖坟，鞭尸泄愤？干什么呢？此地乃亡灵要地，怎可擅闯？崔大人，小奴砍帽有礼了。崔明见虾人十分谦卑，倒也没有去继续训斥，只是询问虾人来意，将梅家阴谋作乱的事情说了一番。崔明听后大为恼怒，魏阳最为可恨，不过此人倒真没跑到这里来，你还是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千万别让他跑了。原来如此，只要亡灵无恙便好，那砍帽告退。崔明凝视着离开的虾人，一直到虾人消失在视野后，方才转身。而在山洞的拐角处，却躺着一个表情惊恐的尸体，此人左胸整个空洞，正是逃跑的魏阳。主人，就这样放他走了吗？此人不过一体修，纵使现在后有勇武，亦不过勇武一时，莫要节外生枝，让其坏了大事。是。与此同时，虾人快速奔跑，整个后背都已被汗水浸透。跟崔明接触的时间里，他感到说不出的怪异，亡灵有问题，甚至崔明本身就有问题。回到小路上，虾人扛上已经疼得昏死过去的向英，扭头最后回望了一下亡灵之后，便匆匆离去。当虾人再回到王宫的时候，发现这里已经基本恢复了秩序，喊打喊杀的声音已经消失不见。王上追击魏阳的途中发现了向英，他被魏阳所伤。怎么样，抓到魏阳了没有？他跑得太快了，如果向英能牵制魏阳一会，也许我就能抓住魏阳了。培养他如此之久，连个重伤的魏阳都搞不定罢了，魏阳也只不过是个小人罢了，他跑也就跑了吧。现在重要的是重建秩序，消灭那些反叛的军队。王上，我们抓获了银文公许可风。好，将此人带到寡人面前。许可风，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说？没老而误我，没老而误我，这就是你谋逆的下场。寡人这次要将你们这些叛徒连根拔起，殷国将因此而中兴。你这暴君，不过因一小人而得势，未来必会因小人而衰亡。失败者的埋怨罢了，拉下去。王上，刚才那些边军出身的修士，趁着追击叛贼的时候，在王宫里上下其手，不少财物被他们所截获，是不是该惩处一番？无所谓，俗物罢了。那些财物就全当是鼓舞将士们士气了。砍帽此次功劳甚大，想要什么赏赐，鼓舞有不允。本以为虾人身为一介体修，恐怕只会要那些金银财宝之类的俗物，却没想到虾人当众讨要适合体修的盾术，这自然让子乙对虾人的好感下降。不过最终还是笑呵呵的给予了虾人奖赏。谢王上，有此盾术，臣之短缺补全矣。隆帝历799年秋，燕王集结禁军3万，边军2万组成平叛大军，以砍帽为平叛大元帅，以吉广为副帅，出征平叛。隆帝历800年春，砍帽拿下西方府，禁止大军劫掠，然无人听之。将士作战不易，怎可扫兴？我命令你这样做，这些人又不是逆贼，我们不应该扰乱这些人的生活。我们为了攻下这座城，付出了许多，元帅难道要管这件事吗？这是命令。砍帽，你只是王上身边的一条狗，你还真把自己当元帅了吗？老子是王上的小舅子，今天这座城我劫定了，谁也保不住他。我说的。
为了那些贱民，你竟真敢杀我！你也是修炼之人，何必对世俗财物这么看重呢？这座城是我冲上去打下来的，我说不能劫就不能劫。燕王子以闻西方府之变后震怒，解除侃茂一切职务，命人押侃茂返回王都。回到了镇基监之后，燕王子以倒是真不敢用虾仁了，虾仁也得以再次投身于修炼，开始了闭关。今年鲁本已经到100岁了，一身修为早就已经完全消散殆尽。此刻的鲁本就跟那些普通的老人一样。师傅，我这一生最大的功绩，不是在外的征战，而是能得到你这么一个徒弟呀。师傅，是徒儿无用，没办法为您延寿。我能在这世上苟活100年，能得以善终，我已经很满意了。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很强大，你比我那时要更强，为什么要逃避呢？我们身为体修，所谓的不就是建功立业吗？你现在也已经快60岁了，为什么还要窝在这种地方呢？就当是为了我侃茂，让天下人都见识一下玉体诀的强大吧。师傅，徒儿会去争一争的，你省省力气。我还有一点力气，但我不想躺在病床上如尸体般苟活几个月了。你的北地极法，别人以为你已经炼制圆满，但我却知道你是用了别的方法，那是你的秘密，我就不探寻了。你年龄也大了，我不知道你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突破。在我死前，我便最后给你练一次北地极法吧，希望对你能够有用。不，师傅，你不能。快点把麒麟戟给我，我要和他最后再舞一次，趁着我还有力气。在一片片金黄落叶之间，老者持着麒麟戟在挥舞，他的动作缓慢而又迟钝，没有人能看得出来他在施展大名鼎鼎的北地极法。虾仁一直无法突破的北地极法，在此时也到了大圆满，但他丝毫喜悦不起来，因为最重要的人已经永远的走了呀。在漫长的时间旅途中，鲁本是虾仁遇到的唯一值得信任之人，可离别终究还是到来了。夜晚，王都上城的郊外，阴森恐怖的墓地里站着一个男人，他一动不动，周围一片死寂，但是他却丝毫感觉不到害怕，因为他最敬爱的师傅就躺在这里呀。一夜之间，虾仁仿佛一下就老了10岁，望着鲁本的墓，他说不出的苦涩。虾仁没有流泪，但却总感觉自己像哭过了一般。如果当年不是师傅毫不吝啬的将一身本领传授给我，我又怎能有机会感叹日月蹉跎，人已将老呢？我这一世的身体年龄也不小了，很快也将会进入衰退期，看来也是时候建功立业了。20年前的那场大乱之后，子乙彻底掌握了英国的大权，权贵家族的事情已然成为了历史。王上，侃茂公公拜见。侃茂，这么多年过去，他再不出门，我都忘了有这么一号人了。王上，是否让侃公公进来呢？此人对我也算还有一些用处，便见他一见吧。我倒要看看他想要如何。是。杨公公很快将虾仁领到子乙面前，看着虾仁那张尽显老态的脸，子乙不禁感叹：难怪体修只是小道，在岁月面前，体修是多么脆弱啊！如今的侃茂还拥有多少实力呢？想着这些，子乙尝试探查虾仁的修为，但子乙发现自己竟然根本探查不出虾仁的修为。王上，20年前，臣为一城之百姓安危，冲动之下擅杀了朝廷之大将，臣已闭关20年，以此谢罪。今20年期满，向王上来请罪。侃茂，看来你这20年来收获不少啊，实力提升了很多吧？是的，现在我的境界已经超越了巨灵境。饶是子乙镇定，但听到虾仁如此轻松的就说出这句话，子乙也还是露出了震惊之色。侃茂，你能够承认错误，我很开心。眼下正值用人之际，相信你也听说了，东夷一次又一次的袭扰我国之边境，也是时候该来一次东征，将他们彻底打疼了。臣早已听闻东夷之事了，王上若有此意，臣愿为先锋。好，很好，你且先下去吧。是。之前不争不抢，那是实力还不够，现在嘛，哼哼，也是时候争一争名利了。虾仁离开之后，大殿中的子乙竟然不自觉地松了口气。传国师，是。王上，何事如此慌张啊？那侃茂20年来闭门不出，在镇基监中闭关，今天他可算是愿意出来。我本以为他现在的年龄实力应该已经有所下滑，却不成想探查之下发现他的境界。子乙将自己与虾仁的会面以及对虾仁修为的疑点告知于智。这怎么可能啊？20年内他的实力即便增长，又怎能超越巨灵境呢？你有什么办法？他会不会是用什么秘术伪装了气势？王上，
若如此，不如派人试他一试，只要动起手来，他就一定会展现出他的真正实力。您看如何？我也正有此意。子以与智君臣二人一拍即合，当即在第二天以检验虾人能力为理由，邀其来到王宫的燕军大营。此燕军训练已有10年之久，东征之时给你统御，如何？若有此大军，依我看，东夷不足为虑。王上，现奴我从无到有训练这支大军，如今怎能随意派出一无名之辈替代我？放肆！张福瑞，你可知此人是谁？乃是当年立下大功的坎茂公公，当年被称之为小鲁本。国师大人，王上，我不知道什么鲁本什么坎茂。当我们燕军在建立的时候，他们都在哪里呢？如今大军已建成，却要让他来摘果子。大胆！你敢不遵王命？王上，非吾不遵王命，实则燕军乃是重中之重，怎能让一无名之辈轻易染指？那你想如何？福瑞虽不才，也颇有一些天赋，现在修炼已至大成，斗胆请求王上给予一个能够和坎茂公公切磋的机会。若能让我拜得心服口服，我便再无异议。虾人冷笑看着子以三人拙劣的演技，感叹即便有契约限制，子以也要如此试探自己。坎茂，看起来军中将士不太服气，你可愿活动一下拳脚？来吧，坎公公，不知您老善用什么兵器？对付你，我就不需要用武器了。那便小心刀剑无眼了。福瑞的境界实力越来越强劲了，只怕其实力已经不逊于我。恭喜王上再得一名上佳之才，一切都是上天保佑啊！我观福瑞之勇武，不下于当年的坎茂，再给他一段时间。话说一半，子以突然止住微笑，于是见子以错愕地看着后方，便也回头望去，只见张福瑞的宝剑尽碎，虾人竟然以肉身硬抗兵器，一掌将长剑劈碎。他确实是已经超出了筑基的实力，只是不知是否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超出了巨灵境。我们总不能找一个巨灵境的人跟坎茂比是吧？殷国可没有那样的强人。不管怎样，此人却是值得王上重用了。如此，燕军便交给其掌管吧。那张福瑞怎么办？让人把他医治一番，然后让他休养几天吧。对了，延寿丹就别给他吃了，之后的事情你安排吧，寡人乏了。是。隆帝历821年春，虾人率领大军东征，于战场上活捉了东夷人的王来王。822年夏，来王被抓后被押送回了王城，其当众亲吻了子以的脚背，表达了屈服。子以因而将之放还东夷，殷国东部边境的威胁因此解除。鲁本目前，虾人自顾自地将征东夷之事悉数说出。虽然仅只是拼搏了1年左右，但我觉得殷国的人应该足够记得我了。此战殷国拓土千里，预计之后能新建5座城池，东夷恐怕几10年都不敢犯边。我也算是完成了师傅您的遗愿。师傅，我果然还是不适合去争夺这些，有些秘密只有我才知道。拥有着轮回能力的我，注定该向上攀爬，看一看更高的境界。我准备继续闭关，将那些功法全部都……虾人说着说着，突然发觉鲁本的怒有些不太对劲，虽然看起来还是完好的，但却有被挖掘的迹象。难不成有盗墓的？想到这里，虾人道了一声得罪，便挖坟进行检查，果真发现坟墓之下的棺材空空如也。这不是盗墓，会是谁做这种事情呢？是子以做的吗？亡灵重病，岂敢擅闯？给我死！说吧，你究竟是什么东西？鲁本的遗体丢失后，虾人便怀疑是王室所为，因此绑走了殷王的贴身阉奴。从他口中得知，最近殷王经常独自一人前往亡灵，于是便尾随至亡灵，打算潜入其中一探究竟，却没想到被崔明偷袭。我知道你还能够说话，你好像拥有了不死之身。已经不行了，我没有什么不死之身，我早就已经死去了。此时虾人感觉崔明又不一样了，他觉得崔明好像又活过来了一样，现在的崔明才是真正的崔明。在你将我头颅斩去之后，我才能真正控制自己。崔大人，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虾人的语气温和了少许。我感觉我这次要真的离开这个世界了，也算是一种解脱吧。我长话短说，我不知道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当年我来到亡灵的第2天夜里，便被宋凡袭击，但我却并没有死，我成为了傀儡。其实我知道那天夜里我就已经死了，我再也无法为殷国。崔明说着说着竟流出眼泪，随后他的双眼看起来越发涣散，越发空洞。我是宋凡所杀，但我认为宋凡也不是那幕后之人，那真正居于幕后的人只能你自己去寻找了。只可惜我这一生
未能见到英国东兴啊！崔明解脱了，一个已死之人却被人强行滞留人间，他所受的痛苦无人能感受得到。进入木门之后的景色令虾人颇为吃惊，只见这木门后是一个巨大的宫殿，大殿中央的王座上，子乙身穿王袍正坐于其上。这是什么意思？你提前体验地狱的生活了吗？子乙略微吃惊地看了虾人一眼。是吗？我还以为你也成为了我们其中的一员。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忘掉你看到的一切，继续你的生活，这样也许你能多活几年。你家的这墓园看起来不得了啊，我不能不管这件事。哼，那你真是找死啊！罢了，本来主人还想要再等一段时间收拾你的，毕竟你应该能做个不错的护卫，但如果你执意找死的话，那便留不得你了。你不是想了解真相吗？那便让你死前最后看看什么是恐惧吧。随着子乙话落，便见其直接出现在宫殿的后方。你如果想知道更多，就跟上我吧。装神弄鬼。砍帽，你可算来到这里了，但是你来的时间好像是有些早了，我们还没准备好该怎么用你呢。凭你也能决定我的命运？以前我和王上只是暂时的丧家之犬，但如今我们才是英国真正的主人，一个长达千年、万年都不会灭亡的王朝将会在我们手中创立。你到底是谁？一个死人在这里装神弄鬼，你也配代表英国？不过是一群见不得光的老鼠。砍帽，我想你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位老先生是老国师宋凡，是英国的肱骨之臣，你没有资格跟他如此说话，你只是我的阉奴而已。宋凡和子乙本来应该是最大的敌人，这两人为何会联合起来？我不管你们这些，你们在这里操纵死者，我师父鲁本的遗体是不是也被你们给利用了？看到了，我本来以为你应该是个聪明人，但没想到你竟然也和你师父一样，都已经成为阉奴了。不知道你还守着那些所谓的尊严干什么？身为奴隶，而且是最低贱的阉奴，就应该跪下，任凭你们的王来处置。声音落下，紧随而来的是一具骷髅被人抛来，像垃圾一样砸在虾人脚下。男人为了寻找恩师遗骸，来到王陵内部，却没想到发现了英国王室的秘密。原来当年因王子山诈死，并躲进王陵内秘密修炼邪术，如今功成，便决定出关一统天下。父亲，让我来和砍帽谈谈吧。他不是那种不堪受用的人，他会成为我们手中的利刃。那边去吧。砍帽，你是我的心腹手下，我不会害你，你就当这一切都没发生，离开王陵继续生活，明白了吗？不明白，你现在不过是拥有意识的傀儡罢了，已经不是英国的王了。蠢货，我说的话你是一个字都没明白。你用了什么鬼术？麒麟戟为何突然出现？难道你真的突破了巨灵境？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未必不能战胜父王，你我还是君臣。子乙的话还未说完，便被虾人一击轰碎了躯体。你这个蠢货，我是你的王，我还有得救。我们的契约还未到期，但是我已经感觉不到契约的束缚了，此人又怎么可能当我的君王？子乙刚要说话，突然一团黑色的火焰包裹住了他的头颅，0.01秒的时间便被烧成了黑灰。真是孝顺的孩子，都已经成为尸魁了，居然还想着跟我作对。你很不错，实力远远超乎了我的预料。加入我们吧，我会让你拥有永恒不死的身体。错了，你没有什么永恒不死，今天你就得没。虾人说着，便把阴王剑挂在背上。愚蠢，那把剑只有阴王才能用，你个低贱的阉奴，也想代表英国国运？冲喜！飞出的碎冰像一把把飞刀扎在了宋凡身上，废物宋凡就这样失去了战斗力。宋凡的攻击虽然没有造成伤害，但也为子山创造了时机。虾人不顾自身的伤势，一击打在子山身上，然而子山的身体如同烟雾般消失而后凝聚。本来想废物利用一下，但你却这么不上道，那只能送你去见鲁本了。虾人急忙拉开距离，转身一击将宋凡打成英雄碎片。好，很好，你竟然杀了我最好的助手，我要让你生不如死，我会当着你的面毁掉你的亲人。不好意思啊，我没有亲人。
虾仁没管哪两个分身，直奔本体宫去。但诡异的是，麒麟戟刚碰到紫珊，便如烟雾般消散。你在往哪看呢？看来不是高速移动，两个幻影一个本体，本体可以随时切换。那要是全部受到攻击呢？为什么你能动用阴王剑的国运之力？我说我是你祖宗，你信吗？我是不可能告诉你我有系统空间的。师傅，你为殷国尽心尽力了一生，这殷国亡灵只有你才配得上。将鲁本埋葬后，虾仁本打算离开，可突然想到紫珊在这亡灵里修炼了20年，肯定有很多修炼资源，于是便在亡灵探索起来。五虎，天将降大任于我，那我就得站出来啊！这可真是一个完美的修炼之地啊！子乙的失踪让殷国大为震动，唯一知道线索的杨公公将此事告知了国师于志。国师大人，我们应该立即派人去亡陵，查看王上是否已经遇害。我也正有此意。你去调800燕军到后山集合。是。来人，杨公公意图谋反，灭其九族。还有，派兵去太子府，太子暗害先王，意图篡位，把他抓起来，打入死牢，不日问斩。是。如今子乙死了，坎茂也失踪了，现在整个殷国就在我的掌握之中了。角色虾仁，年龄80，历练点102，初始出身家仆，灵根杂灵根，资质一般，悟行一般，修为筑基极境，名声凶名在外。物品蓝麒麟戟玄阶下品物品，阴王剑圣阶下品物品，6式转魂诀玄阶上品功法，天赋轮回转生敛气。怎么个事？我都躲这闭关20年了，这名声怎么还成凶名在外了呢？算了，管他呢，继续修炼吧。正当虾仁打算继续修炼时，突然外面传来叮叮咣咣的声音。老于啊，你说这地方不会闹鬼了吧？这亡灵里面怎么还有打斗的痕迹啊？这满地的枯骨，少说点吧，不该咱知道的咱就当没看见。少说有什么用？我看我们这些人也走不出这亡灵了。你没看到那些官兵已经看守入口了吗？等我们把亡灵清理好，恐怕就要跟着殉葬了。谈话间，另一个劳工发现了一处虚掩着的洞穴，于是劳工们上报给了监工。监工得知后，很快便来到了洞穴前。你进去看看。什么？让我进去？哪那么多废话，快点！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正当劳工颤抖着向前走时，里面突然传出一道声音：不用进去了，里面没什么东西，只是当年紫珊留下的私人财产罢了。你是什么人？老夫坎茂。坎茂，英国第一匈奴坎茂。现在的人承受力都这么差吗？算了，先离开这里看看外面什么情况吧。原来如此，原来坎茂一直都躲在这个地方啊！带我去看看坎茂藏匿的洞穴。对了，这些人已经没什么用了，处理了吧？是。这阵法应该是当年宋凡布置的，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王室专用灵石在这，而且最后藏匿在这的却是坎茂？这件事情太复杂，算了，反正也与我无关，真相也没有必要查下去了。传我命令，坎茂为我殷国第一罪人，悬赏灵石1000，无论死活，只要将坎茂捉拿到王都，就可领赏。虾仁从王陵走出后，在外打听了一圈，而后破口大骂：于志这个狗东西，篡位就篡位吧，还他娘的嫁祸给我，子乙又不是我杀的，我只是把他打的只剩一个脑袋了而已，真是个畜生啊！要不是我现在体修的修为衰退的厉害，我非得去王都干你。算了，找个地方安全的过完这一世吧。坎茂，隆帝历766年生人，783年时太子子以木阉奴，茂为伯富贵而复之。其兄坎永曾云：茂，小人也，若入王宫，必为国贼也。茂入宫后，深得殷王信赖，见其于鲁本门下为弟子，茂得鲁本之真传10之有8。794年，显王因宋凡献邪功而毙，殷王痛哭继位，
茂因之而入宫享高位。国师于至观侃茂生有反骨，英王不以为意，称茂乃鬼神之勇，当以勇士之礼待之。隆帝历799年，梅逆作乱欲屠王位，携300修士而入王宫作乱，幸有国师于之妙计，梅逆入王宫而作鸟兽散。茂于此战颇有战功，英王为之所骗，重用之。同年秋，祖南征大军讨伐梅逆残党，任侃茂为统帅，边将吉广为副帅，军士上下无不对侃焉有怨言。侃茂为立威而斩纪广，反含将士之心，英王闻之大怒，撤其直夺其位，押其回王都，念其功不忍杀之，埋祸端。821年春，英王为讨东夷而用之，侃茂嗜血好杀，于战场颇有战功。822年，夏王师大胜之，侃茂因赏赐之事而对英王不满，于夏季某日勾结燕人杨归成袭杀英王，毙于王陵而无人知。检测到绑定者第11世死亡，开始进行历练点结算，生存年数84，为后世史书浓墨重笔提到，凶命在万无人不小，正1500，预期寿命损失未超过50%，获得善终。生存年数历练点结算案，检测到可献祭之功法物品，绑定者献祭玄阶上品功法六式转魂诀正300，最终获得历练点为1968，目前总历练点为2070。检测到绑定者总历练点超过2000，开放万能修改模块，可在此模块进行对一切功法进行修改创造。爽！奶奶的，这必金手指叫修改器，但是这么长时间狗屁都没用上，现在有这个万能修改模块，可算能爽一爽了。快点！这是什么妖术？这是仙术，我不在乎你的皮鞭抽死了多少人，现在我想让你去陪他们。这就是年轻的感觉嘛！我太想念这一身几乎无尽的气力了。提升资质和悟性，提升双资质秘籍，消耗1000点历练点，剩余历练点1070。该进入正菜了，系统打开万能修改器模块。丁，开启万能修改器模块。万能修改器可以根据想象消耗一定历练点，合成任何功法以及物品。帮我生成一本能够将多种灵气互相转化的功法。丁，生成天阶功法登仙诀，所需历练点2000点，是否兑换？这我也买不起啊！再次生成删减能吸收各种灵气的功能。丁，登仙诀阉割版化灵诀所需800历练点。靠北了，我真是上一世是阉人，现在连功法都是阉割的，就他了兑换。消耗800历练点，剩余270历练点。剩余历练点全部提升麒麟戟。经麒麟戟提升至玄阶上品，消耗270历练点。这一世我不再为奴，既然占了你的身体，那我便帮你解决你的恩怨。小子，你迷路了，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千奴，这地窖也是你能来的。来人打断他的手脚，扔出去喂狗。记住，别脏了地毯。猖狂！你到底是谁？灭你满门的人！你会遭到上天的惩罚，神灵总有一天会惩罚你的。上天，神灵。神灵，如果你真的像这些奴隶主们吹嘘的那样，那在你的信徒活的连畜生都不如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呢？随着虾人的话音落下，天空瞬间乌云密布，原本的晴空顿时消失不见，狂风大作，好似神灵真的要降临了。你个无耻小辈，竟敢亵渎必令大神，你完蛋了！神灵故弄玄虚，如果他真的能奈何得了我，又何必搞这所谓的天地异象呢？
这具身体的仇也报了，也该办我自己的事了。于志，我他妈来了！虾仁死后13年，国师于志把持朝堂，太子子婴被张福瑞救出皇宫，四处躲藏，以一处酒楼为据点，召集英国旧臣，成立了救英会。你们这才不行，让你们的掌柜来。可是客人还没动筷啊。就是不行，把你们掌柜叫来。可是，我知道了，我这就去。不知是何家公子，为何在我这里闹事？堂堂英国当年的那位大统领张福瑞，一生本领尚未施展，怎么就当起了这小小酒馆内的掌柜？你是何人？我是来和你们合作的。故弄玄虚，受死啊！哦，这次的剑竟然是玄阶下品的宝贝，那就先不给你劈断了。你究竟是谁？我的名字叫做虾仁，也许你没听说过我的名字，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我的师傅叫做砍茂。你竟然是砍茂的弟子？他人呢？都是因为他杀了先王，才导致了这一切的动乱。住口！你们根本不明白当年发生了什么，只会听于志那狗贼胡编出来的故事，以此来蒙骗自己。哼！我可不会听你这种人的话。现在我落入你手了，要杀要剐随你便。我说我来这里是合作的，把子莹给我叫出来，有些事他应该知道。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交出太子。既然你一心求死，那我就送你上路吧。且慢，我就是子莹，放了张福瑞。太子，你糊涂啊！他是砍茂的徒弟，他可不是什么好人。你既然是砍茂的徒弟，那一定是受了他的吩咐，他为什么不出来露面呢？家师年纪已大，半年前就已经死了。原来如此，那你来找我想要做什么？我来告诉你当年的真相，还我家师一个公道，以及助你重新登上英国王位。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且随我来。你的意思是，一切都是我爷爷的阴谋？事实就是如此，我的师傅顶多是贪图了一些灵石去修炼，但他救了整个英国，不至于让英国被一个僵尸给统治。无凭无据，我怎能相信你所说的这些？我也不需要你相信什么，只是想告诉一下世人真相。至于人们是否会相信，就全看他们自己了。我们还是谈谈合作吧。自从于志谋逆以来，英国上下乌烟瘴气，王都之内斗得天昏地暗，其倒行逆施以致英国国运渺茫。原本被压制的东夷日渐强盛，我东部重镇继承已经沦陷，国人惨遭屠戮，切此危难之秋。停！现在的局势如何？我比你更为清楚，你不必说这些，只需要听我说的去做就行。不知夏兄弟有什么高见？很简单，你自称为王，于这幽城起兵吧。现在这不可能。幽城之中，我虽有势力，但还做不到掌控这座城。况且一旦我这样做，于是很快就会集全国之力剿灭我。你不竖起旗帜，招兵买马，天天这么小打小闹，你一辈子都无法重归王位。趁着现在子弹刚死，新军刚立不久，你不正应该宣称正统吗？这是大事，应该从长计议啊。毕竟管称王便是了，剩下的事情就全交给我吧。只要我们剩的够多，那些墙头草们会来投靠我们的。那便听小兄弟你的吧。如此便好，你找人搜集一下关于幽城城主及其手下的资料，3天内，我想你应该就能坐在幽城城府内坐上王椅了。太子，你没事吧？这家人真是嚣张跋扈，等我登上王位，迟早要让他付出代价。太子真的要和他合作吗？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难道要当一辈子老鼠？我的年龄也不小了，时间不等人啊。子婴赌了，第二天的酒馆便竖起了英王旗，开始招兵。子婴公开现身，不再伪装，救英会不再伪装，上百修士恭迎子婴回归。幽城的城主府内，城主吉养信听闻此事，又惊又喜。不好一桩大富贵，没想到救英会里面竟然藏着一条大鱼，我若将其捉拿至京师。城主大人，这子婴在外遁逃数年，今天既然敢公开造反，必定是有依仗的。依我看，还是小心一些好。小心什么？我已先派遣府兵前去镇压，真想望府兵捉那个城中狂主轻而易举。子婴毕竟是王族，当年深得英王喜爱，他必定也知道幽城内外力量，敢于在此时公开起事，城主您还是不得不防。哼，鸡蛋还被英王称之为鹦鹉类我呢，结果呢，国相下之如刍狗。子婴毕竟还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我又能做什么？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季营占领幽城，举起反击不成？我只是觉得现在府兵进出，城主府内防守反而薄弱，万一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您不救，
快闭上你的乌鸦嘴巴！这件事我的确鲁莽了，我该调外省治病回来的。不过现在还不晚。不，已经晚了。什么人？你是什么人？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城主，此人您可能在悬赏榜上见过，此乃秉承赵青言，本为一普通奴隶，不知何时得到一身修为，竟图主家300口。好个恶奴，不如同老鼠般躲藏，竟敢出现在本城主这里，真是取喜有道。某叫虾人，不明白你说的赵青言是何人？今天便是来取你性命的，受旨。就这点能耐，也来当饥客。